大婚在即，我把准备在城里买房的12万首付全砸进了猪圈里，只为了在暴雪来临之前给我养的黑猪供暖。可未婚妻却说我是个疯子，当场摘下订婚戒指摔门而去。隔壁开现代化猪场的养殖大户也带着全村人嘲笑我不懂科学。然而我没吵没闹，转头就在半山腰挖出黄泥发热床，给200头黑猪建起露天越冬猪棚。直到半个月后，30年不遇的特大暴雪封死全县。当初那些看我笑话的人，眼睁睁看着恒温猪场停电断暖，上千头速成白猪一夜冻死，而我的200头跑山黑猪却在黄泥窝里越长越壮，最后卖出了平日3倍的天价。陈实，今天腊月初8了，我最后问你一遍，县城幸福里小区的那套小两居，12万首付，你今天能不能交？能交就年底办事儿，不能交，咱两家这门亲事今天就算走到头了。婶子，钱进山买猪了，交不出了。陈实，你有病吧？我妈催了你大半年，你跟我说你没钱，转头你拿12万买了一窝长毛野猪，你让我跟你结婚之后天天住在石坡上给猪煮泔水吗？燕子，那期房我看过，明年底才交楼，现在工地已经停工快2个月了，12万首付交进去，30年房贷，咱俩每个月要回3800，万一烂尾了，咱俩拿着县城超市那点死工资去租房还是睡马路？人家全县的年轻人都在买，怎么就你聪明，就你看出来会烂尾？你就是抠，你骨子里就带着一辈子受穷的酸命，见不得好日子。地不会骗人，把12万撒进后山烂石坡，顺着天时，他明年能长出200头大肥猪。把12万交给售楼处买个水泥矿子，咱俩下半辈子就是替银行拉磨的驴。石子，越说越离谱了啊！就你这养殖，搞得不也是被时代早早淘汰的落后玩意儿？哼！我叔王大富那全封闭恒温车间见过没？引进的大白猪4个月长到240斤，你弄这些黑不溜秋的土畜生，1年出不来栏，光吃料不长肉。听哥一句劝，哥做保，让你去我叔的饲料厂开运料车，1个月给你开4500，行不行？大富叔的白猪是靠暖气和抗生素催出来的，肉里全是水，没猪肉味儿。嘿，你小子还不识好歹了？全县超市卖的都是我叔的白肉，人家老百姓买肉只认瘦肉和价格，谁管你有没有土猪味儿？活该你穷死在这黄泥坑里。行了，小伟，跟这种周死里的人废什么话？烂泥扶不上墙。陈实，我原本以为你只是家里穷，肯下苦力，以后总能过上正常城里人的日子。现在我明白了，你根本就不配过好日子，你只配和这些黑毛畜生烂在山沟里。我们结束了，当初定亲的2万块钱彩礼，明天让我爸来跟你算清楚。走走走，这破地方我是1秒钟都待不下去了，鞋底全是猪粪味儿。全完了，媳妇儿没了，钱也没了。陈实，你把你爹的命一块收走算了。爹，别哭，媳妇儿会有的，楼房也会有的，但得等老天爷把账算清楚。算什么账？你拿12万买了一堆祖宗回来供着，老天爷能给你天上掉馅饼吗？爹，你闻闻，风里有冰碴子的味儿。爹，别坐着了，去把家里所有的蛇皮袋和破棉币全找出来，叫上二叔，跟我上后山烂石坡。上山干啥？堵猪棚，30年没见过的雪灾要砸下来了！紧急气象通报！紧急气象通报！受超强冷空气南下影响，我县今晚将迎来30年未遇的特大暴雪加极寒冻雨，请各村村民立刻加固农舍，减少外出，做好牲畜越冬防冻。石子，慢点开，这坡上的石头全是冰壳子，滑下去咱爷俩全得交代在这儿。你听听广播，县里都说要下大暴雪了，你把这些黑畜生往这没遮没挡的半山腰里赶，这不是往死里催他们吗？爹，烂石坡虽然光秃秃，但半山腰这个凹陷处正对着南面，是个天然的避风口袋。黑猪全赶进去了，只要把窝棚堵严实，风雪就刮不进肚子。哟，这不是咱村刚包了烂石坡的陈大老板吗？哼，石子，叔听说你连媳妇本都砸进去了，就买了后山老寨下来的200头黑毛猪仔。大富叔，本地黑毛村肉紧抗病，跑山养出来的有肉味。我的老天爷啊！大伙儿快来看看，石子这是打算在石坡上给猪盖土窑洞呢。
侄子，你出去打了几年工，怎么把脑子当傻了？现在搞农业得靠高科技，靠设施。你弄这些原始社会的黄泥坑，能顶住今晚的特大寒潮？看见叔那厂房没？全封闭温控，底下铺的是全自动循环地暖，头上是恒温浴把灯。我那丹麦大白猪从小在20度的恒温箱里长大，吃的是高蛋白发酵粉，4个月长到240斤。你这些长着黑毛的野畜生在泥巴坑里吹冷风，今晚全得冻成冰棒。到时候你跪着求叔，叔都不收你的死猪肉。石子，你大父叔说的在理呀，人家那地暖插上电，屋里跟春天一样，咱这烂草棚子四处漏风，猪哪能扛得住？要不咱低个头花点钱，把猪仔往你大父叔的空猪圈里挤挤。爹，求他没用，他的大白猪从小娇生惯养，皮薄的像纸，连一根御寒的鬃毛都没有，全靠那几根电线吊着命。老天爷真要变脸，最先死的就是那些温室里的白鸟。哼，真是不听劝，我倒要看看你这几筐锯末稻草怎么跟全自动地暖比。走，回屋去，由着他在这折腾。爹，把干稻草全部抖散，跟这些锯末子掺在一起，往窝棚地面上铺，铺满半米厚，1寸都不能少。儿啊，铺这玩意儿顶个啥用啊？草再厚，它也不发热啊。爹，这叫古法发热床。锯末子碎秸秆掺上猪粪泔水，采石成了捂在黄泥地里，地气一蒸，里面自己就能发酵起热。这就跟咱老祖宗冬天熬农家肥一个理，外面冰天雪地，粪堆中心烫的能熟鸡蛋，黄泥巴墙把冷风一挡，这200头老黑猪钻进半米厚的锯末草窝里，就等于睡在火炕上。好畜生，真是好畜生啊！陈大哥，你生了个懂行事的好儿子啊！你看看这猪脖子底下全长出黑色的底绒防寒毛了，这是乌金老土猪血脉里带的野性，见了寒气自己就会长绒御寒。七爷，您是说石子这法子真能成？怎么不成？向阳避风坳，黄泥厚草床，算是把老天爷的脾气摸得透的了。那些养种白猪吃激素长大，中看不中用，真遇上极寒，全得成温室里的病秧子。电呢？怎么断电了？快去开柴油发电机！快去开呀！我的大白猪地暖停了！大父叔，老天爷把你的插头拔了，30年的大白灾封山了。叔，完了，全完了！柴油发电机全冻死卡壳了，进油管结成了冰棒，根本打不着火。圈里的温度已经跌到-5度了。不可能，我花6万块钱买的工业发电机怎么会坏？快去检查备用供暖，把能用的保温设备全搬进猪圈。点过了啊，叔，10几栋密闭厂房，当初为了保温，窗户全封死了，排风扇现在没电，转不动。煤炉子刚拎进去半小时，里面煤气排不出来。第3车间的200头大约白猪全中毒了，口吐白沫，4条腿直挺挺的往天上蹬啊！我的老本啊！快，小伟，叫上所有帮工，把还没断气儿的、刚咽气的全给我往卡车上抬，天一亮就拉到镇上大菜市场去甩卖。趁着肉还没僵透，能换回1分是1分。受极端雨雪冰冻天气影响，全省高速干线已于凌晨2点全线封闭，外省冷链肉类物资运输受阻。别等了，老少爷们们，县城肉联厂的冷库今早直接空了，外地的白条猪一扇也运不进来，今天整顿断肉。这怎么能行啊？眼看就要过小年灌腊肠了，家里连点荤腥油水都没有，这大年30的饺子包白菜馅儿啊！卖肉了，卖肉了啊！大富畜牧场本地鲜肉，大雪回馈乡亲，不要20，不要15，只要8块钱1斤，随便挑，随便选啊！别急，都有，8块1斤，给现金直接拿走。大伙快停手，别买，这肉有问题！你们瞪大眼瞧瞧，这猪皮通体发青带紫，肉里连一点活血丝都没有，根本就不是活放血杀的，这是连夜冻死、闷死在圈里的病死猪。再去闻闻这肉缝里，全是生抗生素和浓缩饲料熬出来的药水味儿。大过年的，王大富，你想把全镇老少爷们儿全送进医院啊？呸！黑心肝的畜生，自己猪场遭了灾，拿病死猪肉
来糊弄咱老百姓。大伙儿把他的摊子围了，叫工商组的来查他。别乱说，这只是冻肉，极寒天肉皮颜色有变化很正常，不买就算了。叔，快跑吧，大伙儿要砸车了。石子，待会儿刨开血窝子，要是看见猪冻僵了，千万别动手。爹把肉皮剥了，抹上重盐腌成咸肉，拉到县城工地上去，便宜处理了，好歹能把买猪仔的12万本钱收回来一半。陈老哥，把你的砍柴刀收起来吧。你看看这窝棚里的地温，稻草粪便沤热床，恒温15度，外面冰天雪地，这200头黑畜生在黄米火炕上正长飘呢。活了，全活了！老祖宗传下来的笨法子活了呀！石子，爹不如你懂天气呀！爹，把眼泪擦了。大雪封路，全县断肉。爹，院子里支大锅，烧滚水。今天腊月初9，咱杀第一头跑山年猪，让全县老百姓闻闻什么叫老猪肉香。怪柿子，是了，咱家这大锅白水煮肉，连片生姜大葱都没放，怎么一点猪臊味都没有？这味儿烫鼻梁骨啊！爹，跑山猪吃的是后山野橡子和发酵豆芽，天天满山跑，肥条全是活肉。洋白猪吃的是尿素化肥精料，煮出来的水泛白沫子，咱这肉煮出来的水清亮溜光，绝了！30年没见过这么正宗的梅花3指标了。这肉放到大雪丰年前，那是专门供给老劳模和坐月子的媳妇补身子吃的。石子，赶紧切一块后腿肉，扔进大锅里白水煮熟，让北风把味儿往山下耍。催，你催命啊！高速全封了，冷库全空了，我去哪儿给你弄30桌回宴的红烧肉？王大富那老小子的猪全在圈里发瘟闷死了，那肉皮全是紫的，客人吃了非得砸了咱状元楼的招牌不可。等等，老刘，你先别挂电话。我怎么闻到了一股30年前我奶奶过年炖大肉的味儿？这味儿是从哪儿飘下来的？我的老天爷，这绝对是纯正的跑山土肉香！这香味儿里面夹着一股子橡子果的清香，一点腥味都没有。走，大伙儿快上去瞧瞧，哪怕割2斤回来包饺子也行啊！冷硬活标，按下去不留指印，割开不渗水汽。小兄弟，你这是正宗的跑山老品种乌金猪，你山上养了多少？没多少，就200头。小伙子，大妈不废话，王大富那温猪肉卖8块，妈嫌脏，你这肉看着就喜庆，30块钱1斤行不行？给我割10斤五花肉，大妈等着回去灌腊肠。大妈，不卖30。那35也行啊！现在全县断肉，你涨点价也是理所应当。45块钱1斤，不单卖，按扇走，1扇半头猪，80斤上下，只收现金，当场过秤，一手交钱一手交肉。451斤，小伙子，你想钱想疯了吧？往年县城最好的精肉才卖22，你这带皮带骨头的肉卖45，一扇猪肉下来得3600多块钱，你宰人啊！石子，你疯了！451斤，全县续长也吃不起呀！快别跟大伙开玩笑了，按25卖，咱就赚翻天了。这位领导，大雪封山，全县的高速路最少还要封7天。你现在拿着22块钱去全县任何一个超市，要是能买到1两带血丝的鲜肉，我陈实山上这200头猪白送给你吃。我这200头老黑猪在烂石坡上喝豆腐水，吃野果子，扛过了30年最大的寒潮，肉里没有一滴药水，全是实打实的干货。451斤。买的是全县独一份的活命年肉，嫌贵往坡下走，大富叔的温猪肉8块钱1斤，去晚了连骨头都剩不上。麻烦大家让一让，状元楼愿意按价采购。小兄弟，45放30年前这品质的肉，你得拿肉票去求爷爷告奶奶。大雪天你救了我状元楼的命，我出50块钱1斤。你案板上这2扇，还有你挂在梁上的2扇，我全要了。1扇80斤，4扇320斤，
按50算。这里是16000块钱现金，当场点清。凭什么你全包了？咱老百姓不过年了！小兄弟，大妈工会群里有80号人，咱不差钱，50就50，给我留2扇！我现在就让大爷骑车送现金上来！喂，老王，别在屋里坐着了，快去领2万块钱现金，开车送到后山烂石坡。16000、32000、5万！老天爷呀，这哪是杀猪，这是在惠山挖金矿啊！燕子，你掐我一把，我看见了啥？那案板上堆的是红票子，陈实那黑毛畜生卖50块钱一斤。慢点吃了，太吃饱了，快吃了。下一个过秤。我的老天爷啊，老陈，你们这是从哪儿弄来这么多外钞？这得有好几万吧？石子，行啊你，碰上大雪封山，叫你捡着大漏了。你卖50块钱一斤，属于黑市交易，回头县公生所和畜牧局查下来了，你这些钱全得被没收。我当是谁在这瞎排话？原来是王大王家的小伟啊！回去告诉你叔，他今早拉到镇菜市场甩卖的那些紫皮发瘟肉，连夜就被工商佐给查封扣押了。那股子生浓缩饲料呕出来的药水味儿，隔着3条街都能把人熏跟头。陈老板这跑山肉，县畜牧局的领导清早就亲自上山核验过了，纯正绿色跑山育种，各项指标全优，国标免检放行。你少在这犯红眼病。就是，人家陈师傅靠的是起早贪黑的笨功夫，老黑猪在石坡上扛冻长出来的紧实活肉。贤贵，你出去，别在这耽误我们单位食堂采购年货。哎呦喂，老哥哥，你看这事儿闹的！前2天燕子那是跟你家石子使性子，考验他呢。咱2家定亲的红帖子上写的明明白白。石子现在出息了，这县城幸福里小区买房的12万首付，今天正好能抽出来吧？走走走，咱叫上石子，现在就进城把购房合同签了，年底办大酒。他婶子，前天你在院子里拍着石墨说退婚，咱全村7户人家全听见了。定亲的2万块钱礼钱，我刚才已经让石子包好了，分毫不差。一点点，从今往后，咱2家桥归桥，路归路。我儿子这山沟沟里的黄泥巴，高攀不上你家县城的瓷砖楼。第35扇，县人民医院工会年肉50块一斤，过秤4100块。给钱，小陈师傅这肉给职工发下去。今年大伙非得把我这干事夸上天不可。第48扇，老字号回元阁加单。50块一斤，当场点清。这包咋越来越沉了？石子，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当初退婚摔戒指都是我妈逼我的，我根本没想走，我心里装的一直全是你啊。石子，咱俩明天就去县民政局领证。这笔钱咱不买县城的小两居了，咱去买个2平的大4房，我给你生2个儿子，咱好好日子行不行？燕子，后山烂石坡上的风很大，吹得人脑子特别清醒。石子，城里的商品房挺好看，可你踩不惯我这山沟里的黄娘堤吧地。让让，别把我新车的漆刮了。老少爷们们，全把门打开出来瞧瞧！我儿子石子回村给大伙送活命的年货来了。70岁以上的老长辈挨个来领肉领粮。我的老天爷呀！石子，这大灾之年，镇上的肉价都炒翻天了。你搞来这么多好肉好粮，得花多少大钱？
咱陈家堡的老少爷们儿穷归穷，可不能白占你一个晚辈的便宜。老支书，大雪封路，进城买不到东西，这粮食和油是我清早全款拉回来的，肉是山上老黑猪身上现磕的，后山烂石坡上的200头黑猪，大雪天发了地气，出栏了150头，卖了120多万现钞。我今天当着全村长辈把话撂在这儿，开春第一解冻，我陈实拿出1半的本钱，全额垫资，在村里免费无偿带大伙搞跑山老黑猪育种合作社。凡是陈家堡愿意跟着我干的乡亲，猪仔我先出，黄泥后草发热床的技术我免费手把手教。等年底猪出栏，合作社统一按保护价全款现金收猪，绝对不让大伙担1分钱的风险。你这是咱全村的活财神呐！我干！开春我把院子全挖成黄泥坑，跟着你养黑猪。师哥，咱不进厂了，天天看流水线组长的白眼，给人家挣大钱。咱开春全留在村里，跟着你上山背黄泥。好小子，德味相配，德味相配呀！咱陈家堡穷了几百年，老祖宗地下有知，看着你领着大伙往活路上奔，非得含笑泉下不可。叔，崔寨的饲料厂刚才来电话了，说省道一通，立马带法务来封咱家的楼，咱厂里冻死病死了800头白猪，欠了外面40万的三角债。陈实那黄泥巴坑里的黑处凭什么卖了100多万？凭什么他现在成了全村的恩人？我不服啊！我也不服！他断了咱们的财路，我就让他的合作社开不下去。烂石坡的养殖离不开公共水源，今晚趁没人，我去做点手脚，让他的合作社无法正常供水。只要生产一停，他就别想顺利开张。说破坏公共生产设施是违法的，真被抓到，咱们都得承担法律责任。放屁！大雪封山，黑灯瞎火的，山上连个鬼影都没有，谁能看见？拿上铁锹，穿上白衣服，今晚12点跟我上山。小伟，大把手把我拖过去，快，拧开盖子往水里一倒，咱俩马上撤。不好，警报响了！大副书，大半夜的不在家里盖棉被，跑我烂石坡的蓄水池边上赏雪吗？师哥，别误会，是我叔让我来的，我什么都没动。王大富，石子昨天刚和村人立了合作契约，你却来破坏公共水源和生产设施，无论有什么矛盾，都不能越过法律底线，谁也不许动手，更不要破坏现场。已经报警了，大伙守住路口，保护水源，后续交给民警依法调查处理。支书，石子，我错了，看在同村同宗的份上，饶我这一回吧。我破产了呀，我不活了。哈哈哈哈！爹，把院子里的8口大腿锅都支起来，准备年夜饭。支那么多锅干啥？明天大年30，咱老陈家敞开供应跑山肉，请全村老少爷们儿吃最红火的杀猪年夜菜。王大富，经现场勘查和专业检测，你涉嫌破坏公共生产水源及相关设施，案件正在依法调查，现依法对你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张所长，我是一时糊涂啊，我猪场赔了40万，我看着陈实挣大钱，我心里发酸啊，我再也不敢了，宽大处理吧。张所长客气了，庄稼人守住自己脚下的土和水，全是本分。大过年的，民警同志们四处出警，辛苦了。进院喝碗热肉汤再走吧。香，太香了。这就是老祖宗留在黄泥地里的诚实味儿啊！大伙儿全记住喽，养猪吃药水，4个月连骨头全是酥的。咱老黑猪吃野果睡草床，1年才长这一身钢筋铁骨。石子这笨功夫，
算是把庄稼人的魂儿给找回来了。留在村里跟着我干可以，但我烂石坡上的泥巴地规矩极大。第一，不许投机取巧喂1两催肥精料；第二，每天早晨4点必须起床进山清理猪粪草甸。咱们脚下这泥巴地最实斗，你顺着老天爷的平气摸他的顺毛，他就往外吐真金白银。你跟老天爷耍小聪明走捷径，他早晚让你连本带利全吐出来。陈实，别光顾着吃肉了，出大事了！县委今天上午刚开完紧急抗灾总结会，准备开春把你们陈家堡列为全县本土黑毛土猪育种示范基地，由财政下发30万贴息贷款，支持你扩建。30万贴息，这是大好事啊，王局长！好什么？隔壁县那几个搞浓缩饲料和大白猪速成养殖的黑心资本大户，眼看大白灾让他们损失惨重，全联合起来，疯狂对咱县搞种苗封锁了。他们提前派人拿着大笔现金，把全县周边4个高寒山区老寨里仅存的纯种乌金母猪仔，按平时的3倍价格，连夜全给买断垄断了。他们放出口风，宁可把老黑母猪仔买回去当饲料猪屠宰了，也绝不让一头纯种黑母猪流入你陈实的手里。开春第一解冻，你手上这200头黑猪出一头少一头，根本没有母猪繁育，你那跑山育种合作社马上就要变成无源之水难产了。黑心肝的畜生，自己养白猪发瘟，现在来掘咱老黑猪的种苗。师哥，咱开春去哪儿弄母猪崽啊？王局长，大过年的别上火，他们懂资本垄断，可他们不懂高寒老寨的规矩。大年初一早晨5点，长城大皮卡加满柴油，小牛带上急救包、防滑链和保温物资，跟我进老阴山大寨，争取这批保种母猪。师哥，慢点，左边轮胎全压在悬崖冰壳子上了。这里老阴山大寨在全省最高最险的风口尖上，咱开得这么拼命，万一打个滑……慢不了，王局长透了底，隔壁县盛丰饲料公司的马经理昨晚半夜就带着全款现金进了老阴山。老黑母猪的种药是咱合作社开春发展的根基，去晚一步，咱们的记忆计划就全落空了。巴莫老爹，我再给你加100，1300一头。寨子里剩下的80头代孕乌金母猪，盛丰公司今天全包了，装车付款，1分不欠。不卖。乌金老黑猪是祖辈留下的耐寒品种，你们盛丰买回去不是为了保种繁育，而是作为普通商品处理，我不能让这批种源断在手里。巴莫老爹，大山里理的不认资本的钱，他只认庄稼人的厚道。原来是陈家堡的陈实，你也来争这批种源？晚了，盛丰已经出到1300，你拿什么条件和公司竞争？老爹，我不杀母猪，我买回去是让他们在烂石坡上舒舒服服当娘下崽的。我陈家堡的黄泥窝棚里铺了半米厚的卷末干稻草发热床，你寨子里的乌金母猪仔过去，肚皮底下恒温15度，外面就算刮30年最大的白灾，他们连一根底绒御寒毛都冻不掉。1500块钱一头，80头，12万饭现金，分文不少，点清。除此之外，我陈实今天代表陈家堡跟老阴山立个终生契约，未来5年，这80头母猪在陈家堡繁育生下的每一窝猪仔，老阴山大寨无偿占1成的活肉干骨。逢年过节，我开着皮卡亲自把活命的黑猪肉给寨子里的老长辈送到炕头上。1500，老爹，别只听他的长期承诺。盛丰出现金1650。马经理，价格不是唯一标准，你们只谈短期收益，我们谈的是保种繁育和长期合作。行，你们合伙作死！大年初一漫天暴雪，
我看你陈实怎么把这80头笨重的代孕母猪仔运下山，你迟早全得折在盘山路上。老爹，师哥，不好了，出老天灾了！后山风口尖上那段要命的15公里绝壁盘山路，刚才让一场特大雪霸给封死埋了，积雪压了，足足有4米深，底下的悬崖全成了毫无摩擦力的明冰镜面，省城运料的大卡车根本开不上来，师哥的大皮卡也绝对开不下去。这80头肚子里揣着崽的无筋老母猪，要是今晚天黑前运不下这座高寒死峰，全得在风口里活活冻滑胎死绝。那可是160多条即将落地的活命猪崽命啊，全完了。车轮子下不去，咱就用庄稼人的脚板子量下山。小牛，把备用粗麻绳、核发装备拿出来，叫上熟悉山路的汉子，分组护送。前面的人清理民兵，后面的人稳住母猪。所有人必须系好安全绳。后边的兄弟，步子踩实诚了，顺着我大镐凿出来的冰坑落脚，草鞋底子磨穿了，就往里塞马草，千万别让母猪的前蹄打滑。师哥，风太猛了，左边轮胎印子全被雪埋了，外头就是深渊。这母猪肚子里揣着崽，吓得直哼哼，它不敢往下走啊。1、2、走！小牛，救我！走，一起走路。别慌，我受的只是皮外伤，母猪肚子里的胎没事就好。大伙儿检查安全绳和防滑鞋，稳稳当当的走完这段山路。陈实，按照规定，严重灾害期间无证调运跨县活畜存在严重的疫情传播风险。现在依法对你这80头母猪执行现场强制扣押，拉回所里集中扑杀销毁。无关人员立刻让开。需要核验跨县检疫手续，我们配合，但请依法查验，也请把执法依据和处理流程说明清楚。陈实，请你配合执法，在手续核认清楚前，这批跨县调运的活畜需要暂时留。检疫人员先设置隔离区域，任何人不要擅自转移。刘所长，这批种猪此前已经完成检疫收检和调运备案，材料齐全可作诉，齐全来源可追溯。现场先暂停处置，核验清楚后再依法办理，不能只凭一份举报就做出结论。王主任，我接到了群众举报，所以先进行了现场留职。现在档案能够对应上，我马上按程序补充核验。
手续已经核验清楚，这批种猪可以按规定继续运输。以后调运前要再次确认纸质材料与系统记录同步，避免类似误会。多谢各位依法核验。大伙儿听我口令，检查车辆和保温设施。是。母猪稳妥装车，咱们回陈家家宝。生了，石子啊！老阴山接回来80头老母猪，肚皮争气，一头没滑胎，给咱顺产生下了860多头乌金猪崽子啊！咱这跑山育种合作社算是在泥巴地里扎下纯正的根了。哟，张经理上山割肉来了。咱烂石坡开出第一批极品跑山黑猪刚好出栏，还是按大雪天的友情保护价，50块钱一斤给您留着。老陈叔，别忙活了，我今天上山不是来拉肉的，我是代表状元头总部董事会来跟陈氏师傅正式解除长期供货契约的。解约？张经理，大雪封山全线断肉的时候，是谁哭着喊着说咱石哥的肉救了状元楼的命？现在雪化路通了，你们翻脸不认人！他们把速成白肉的价格一路粗暴的压到了10块钱一斤，甚至8块5一斤甩卖。状元楼的总公司董事会下了死命令，为了压缩灾后餐饮成本，全线违约取消所有本土高价土猪肉订单，必须统一采购10块钱一斤斤的外地工业白肉。师弟，哥哥交个实底。现在不少饭店都转向采购外地低价白肉，你山上剩下的50头猪，按45一斤的价格，县城暂时没有渠道敢收。盛丰又在推动低价促销，合作社的销售压力很大。10块钱一斤，咱老黑猪养了1年，光笨功夫吃掉的纯粮本钱，一斤就得合15块。要是按10块钱卖，咱合作社卖一头亏一头。大伙开春投进去的血汗钱，全得赔个底儿掉啊！小牛，把解约书存档，暂停鲜肉销售。山上符合出栏条件的猪，按检疫和屠宰流程处理。我们换一条产品路线。爹，把后院的老石磨和柏木熏房清理干净，咱们试做传统松柏腊肉。低价鲜肉有它的市场，咱们也有自己的品质优势。鲜肉渠道暂时走不通，就做古法梅花3指老腊肉，靠真材实料打开干货市场。石子，这重盐古法腌制，再加上山上砍的新鲜柏树枝子慢火暗熏，肉里的活水气全给逼干了。1斤鲜肉熏完过秤只剩6两干货，咱这为了1年纯粮的本钱，越压越重啊！绝活，这就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古法3腌3熏笨功夫。现在的工业火腿肠和速成腊肉，全是靠亚硝酸盐和液体烟熏香精池子里泡出来的，吃在嘴里一股子浓缩药水味儿。石子这腊肉是用大山的松柏香气和时间一点点锁住的跑山魂，外面那些搞低价倾销的白肉，给咱提鞋都不配。哎呦喂，大伙儿快来看呐！陈家宝这个在后山刨烂石坡的陈实，跑到省城展会上来抢钱来了。80块钱一斤，陈老板，你脑子让后山的风吹坏了吧？现在全场批发大白猪速成腊肉才卖18块，你这黑不溜秋、硬的像石头一样的干毛肉，要价80。带回你那穷黄泥巴坑里自己慢慢啃吧，全场绝对没有一个客商会当这个冤大头。
哎，叶总厨，你别听他忽悠，他那是黑毛土猪肉，80块钱一斤，宰人呢。咱这工业速成腊肉只要18。先别急着下结论，产品好不好要看原料、工艺和检验结果。陈师傅这跑山肉靠时间和传统工艺慢慢沉淀，品质确实经得起品尝。陈师傅，80块钱一斤，放30年前你这肉得宫颈老首长下酒，我出90块钱一斤。你车斗里这1000多斤干货老腊肉，还有你烂石坡熏房里挂着的第2批，我御膳楼全包了。现款现结，绝不拖欠1分钱。100块一斤，小陈师傅，咱跟你签10年的独家供货契约，咱大单位不差钱，只要纯正的跑山松柏味儿。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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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他们现在调来了12台重型履带式挖掘机和几十部大型渣土车，以开采砂石、恢复地貌为借口，正疯狂野蛮的在咱烂石坡合作社正上方的悬崖坡上强行挖沟排沙。那几十吨重的泥浆和溜沙，眼看就要顺着山坳，把咱半山腰上的几百窝小黑猪崽和黄泥发热猪瘟给活埋填平了。小牛和二瘸子带着全村老少爷们正拿着铁锹在沙坑边上拿命顶着，你快回来主持公道啊！晚了，咱全村人的活命根子全得叫沙子埋死了。爹，把钱包装好。把皮卡点火，咱回村儿去会会那帮开挖掘机的城里少爷。按施工计划推进，我们手里有县沙石办盖章的老矿区地貌恢复施工许可证，下方猪棚是否合规，后续再处理。盛丰公司承诺承担经济纠纷。施工批文是吧？赵工，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红印子上面的字，这是省城最顶级的御膳楼和全省80家高端货商会清早刚跟我签的跑山乌金老黑猪古法松柏腊肉独家供货契约，全款定金已经打进了咱村合作社的公账。咱烂石坡上的几百窝黑毛猪根本不是什么违章建筑顺，这是省农业厅挂牌备案的高寒跑山生态育种重点保护示范基地，契约总担保价值450万现钞。少拿合同吓唬我！盛丰的马总刚才电话里说了，相关责任由古司法务处理。弟兄们，按计划施工。小牛，拉起警戒线，疏散老人孩子，把合作社的备案、环评和资产清单全部调出来。通知律师和保险人员到场取证。张师傅，我让你继续施工，出了问题，盛福公司的法务会处理。我不干了，我是来挣干净钱养家的，不是来毁坏乡亲们的生产设施。下方有800多头猪仔，也是陈家堡乡亲们的集体资产，手续没有核实清楚前，谁也不能冒险施工。赵工，现场已经依法停工，相关许可、施工程序及企业责任将由联合调查组核查，如涉嫌违法，线索会移交由管辖齐全的机关依法处理。
请你配合调查。合作社的养殖、检疫和加工记录比较完整，产品是否合格还要以抽检结果为准。传统工艺值得保留，规范化管理也不能少。经评审，陈家堡烂石坡合作社入选地方特色畜种保护与产业扶持项目，后续扶持资金将按程序拨付，采购和销售仍要接受公开公平的市场检验。市场监管部门发布通报，盛丰公司部分批次产品抽检不合格，相关产品已依法下架召回，企业接受进一步调查。受此影响，多家渠道正在重新寻找合格供应商。咱们可以凭质量和检验报告公平争取订单。渠道正在重新寻找合格货源。明天清晨5点，咱们带齐检验报告和供货材料出发，让陈家堡的老腊肉靠品质赢回合理价格。陈老板，给我过秤！全省速成白肉全遭了温，被强行下架了。现在全省干货特产店的货架全空了，我出95块钱一斤。陈莲儿，给我留800斤老腊肉，现金点清，绝不讲价。去你的95！陈师傅这跑山肉是用起早贪黑的笨功夫，一点点熏出来的顶级绝品。御膳楼出100块钱一斤，案板上这一排，还有车斗里那1000斤，我全包了。各位掌柜，全省白肉遭灾断货，那是资本大户自己作死，我陈角的烂石坡合作社不发灾难财。但大山里的笨功夫，必须拿回他该有的本钱。纯种跑山乌金老黑猪，古法3腌3熏老腊肉，统一批发价100块钱一斤，不涨1分，也绝不降1两。师兄，啥呀？只收现钞或公账话说，过秤走人。老陈，陈石师傅，是我们董事会判断失误，单方面撕毁了原先的供货契约。如今饭店货源紧张，我代表公司正式向您和陈家堡的乡亲们道歉，也愿意依约承担责任。陈师傅，这是50万的违约赔偿金，我状元楼1分不少全额认罚，只求陈师傅看在张大为大雪天跟您一块扛过灾的情分上，高抬贵手，按100块钱一斤的保护价，给我状元楼留300斤松白老腊肉，救救我饭店几十号职工的饭碗吧。早干嘛去了？昨天解约的时候不是挺横？大彪哥大雪天进山拍过我的肉案，这情分烂石坡记一辈子。状元楼的300斤额度，小牛按100块过秤。就自己找什么呀？陈石，我出150块钱一斤，你案板上剩下的2000斤老腊肉，我一次性全包了。小牛，明确告诉几位收购商，我们不接受买断囤货。剩下的老腊肉继续按公开价格和合同额度供应，1斤也不进入恶意炒作渠道。小牛，把车斗整理干净，把准备好的猪肉和合作社第一笔分红凭证装好，咱们兑现对老岩山乡亲的承诺。加满柴油，开到省界，咱去老阴山大寨，亲自给巴莫老爹和30个彝族铁血兄弟送咱烂石包庄稼人立下契约的第一笔落地分红肉。陈家娃子，你这是干啥？
大雪天买母猪仔的12万全款，你早付清了，怎么今天又开着车送回这么多好肉好钱？老爹，我陈实大年初一在火盆边上立过的誓，烂石坡记一辈子。这是咱合作社开春第一批肥猪出轮赚到的集体纯利分红。按合约，老灵山无偿占一称姜肉干骨，30扇极品肉，10万块现钞，分文不少，送回大山。乡亲们，开动了！咱陈家堡烂石坡合作社今天正式开业分红，凡是开春跟着石子背黄泥盖猪房的70户乡亲，挨个上台领取第一季度集体垫资后的纯活钱分红。师哥，我输了，我知道错了。靠暖气和药水催出来的虚假繁荣，在大自然面前根本不堪一击。师哥，我家里破产了，欠了一身饥荒。咱合作社山上还缺不缺最底层清猪粪背黄泥的苦力劳力？我干，多脏多累的笨功夫我都愿意干，只求神哥看在同村同宗的份上，给我一口饭吃。王伟，把地上的铁锹捡起来。陈家堡的黄泥巴地，从来不嫌弃肯下力气流汗的庄稼娃，肯脱了皮鞋下地吃苦，从最底层清理黄泥垫层做起。合作社包你1日3餐，按件计工间。谢谢师哥，谢谢师哥给我活路。我干！我这辈子全死在山上给大伙背泥巴！哈哈哈哈哈！